在这个资讯爆炸到近乎热季的2026年，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创业神话或是技术焦虑包围，媒体总在讨论哪个模型又让几万人失业，或是某个年轻人在家靠几行代码就拿到千万美金。但如果你拨开这些细碎的市场杂音，会发现大家关注的通常只是表象，大众讨论的是谁赢了。但聪明的猎食者在看的是规则怎么变了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不打算跟你聊虚无缥缈的成功学，我想跟你拆解，在2026年，无论你打算开一家巷口的实体甜点店，还是想利用最新模型打造一个自动化产品，那些真正决定你生死存亡的承重墙到底在哪？看到最后，你会明白为什么在技术门槛降到历史最低的今天，生存的门槛反而被拉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这场赛局的关键不在你掌握了多少新工具，而在你是否看清了资源分配的物理规律。根据最新的市场观察，创业这件事依然遵循着残酷的热力学定律，5年生存率约50%，第1年的倒闭率甚至高达90%。这不是因为创业者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厘清传统创业与新式创业的功率损耗。传统创业像是在对抗物理世界的摩擦力，餐饮、零售或是实体贸易，你的敌人是地段租金、人事薪资跟原物料通膨。这些高昂的固定成本就是你系统里的热量流失，一旦营收无法覆盖这些硬性支出，系统就会走向崩溃。很多店老板并非输在技术，而是输在现金流的血压太低，还没等到顾客养成习惯，身体就先因为失血过多倒下了。相反地，新式创业像是电商、软体或是数位服务，看似没有沉重的实体负担，却面临着数位世界的熵增。虽然起步门槛低到像是在平地走路，但技术研发跟烧钱或课的压力却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。在数位生态系里，领先者具备极强的寄生与吞噬能力。如果你的产品没有解决一个明确且真实的困境，仅仅是创业者大脑里的幻觉，那么市场的阻力会迅速把你的资金消耗殆尽。数据显示，拿到创投支持的新创公司依然有75%会失败，原因很单纯，他们在还没找到市场支点之前，就把所有杠杆都用在推动一个不存在的需求。深呼吸，喝口水，接下来的推演可能会有点烧脑，这跟你在新闻上看见的那些热血标题完全不同。我们要进入这场商业赛局的深水区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播开迷雾、直击本质的冷静分析，帮我点个订阅跟赞。我们接着看更深层的机制。当我们把观察维度拉回到第一性原理，创业的本质其实就是价值的交换与传递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 AI 已经像电力一样普及，它把生产力推向了丰饶，却也导致了执行力的通膨。当每个人都能用极低成本产出文字、图像甚至影片，产量就不再是你的竞争护城河。现在的竞争护城河已经从产出效率转移到了信任与物理连结。传统创业的优势在于它提供了 AI 无法模拟的实体触感，那种馅烤面包的香气，或是面对面交谈产生的情绪价值，是数位世界难以跨越的物理边界。你不需要去跟大型语言模型竞争算力，你只需要在特定的地缘环境中建立起不可替代的服务品质，但这要求你必须具备极强的精准行销能力，利用数据去寻找你的在地化客群，而不是盲目的开门等客。而对于想走数位路径的艺人公司或小微企业，你的核心课题在于如何避免成为巨头生态系的寄生虫。如果你完全依赖某个平台的规则存活，那么当平台调整权重或是收费标准时，你的商业模式会立刻瓦解。在2026年，最稳健的结构应该是 AI 的大脑加上人类的直觉，利用自动化工具去处理那些重复性的摩擦损耗，把你的大脑留给最核心的战略决策与市场洞察。从产业周期的长度来看，我们正处在一个就结构松动、新结构生成的混乱期，这就像生物演化过程中的突变点，虽然充满不确定性，却也是阶级跃迁的最佳时机。但作为理性的参与者，我们必须学会阿德勒提到的课题分离。市场的疯狂、算法的变动或是巨头的博弈，那是市场的课题。如何提升自己的认知边界，控制好自己的财务风险窗口，并在混乱中找到那个可以长期深耕的支点，才是你的课题。创业不该是一场赌博，而是一场胜率计算后的理性实践。我见过许多创业者在深夜里为了下一张账单焦虑，也见过有人在变革中精准卡位，实现了财务与时间的自由。这两者的差异往往不在于谁更勤奋，而在于谁能忍受孤独，去钻研那些看似枯燥的供需逻辑。最后，我想对所有正在这条路上前行，或是正准备出发的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。2026年或许是一个让平庸感到恐慌的时代，因为技术确实没收了许多靠资讯差或利的权利，但这同时也是一个对真实价值极度奖励的时代。
无论你想做的是传统的街边小店，还是前卫的科技项目，请记住，技术是冷冰冰的杠杆，而你的初心与对人的关怀才是那个唯一的支点。不要被那些成功学的噪音干扰，也不要被短期的亏损吓退。商业的本质是利他，是解决问题。只要你提供的价值真实存在，时间跟复利终究会站在你这一边。创业这条路很长，也很窄，但路上的风景，只有那些敢于直面真实规则的人才能看见。不要害怕失败，因为所有的失败都是系统给你的反馈，告诉你哪里的承重墙需要加固，哪里的管线需要重铺。只要你的心跳还在，资金的流向就还有改变的可能。想看透市场喧嚣背后的真实赛局与事物运作的底层法则，现在就按下赞与订阅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看见。我是点点思维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